他们来自不同县市，背着撞球杆走进比赛会场。在比赛场上，瞄准9号球，精准出杆，只为撞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撞球是一项透过思考、瞄准、力道控制的运动，每一次出杆都是对自己策略与技术的挑战。白球旋转，高速碰撞子球，透过跳球、曲球特殊技巧，子球应声入袋，这就是花式撞球。稳定出杆，一杆清光球台上每一颗子球，掌声响起，这就是撞球迷人之处。每天不间断的自我加强练习，定杆、推杆、拉杆都是基本功法。白球力道精准控制到位，专注、冷静、瞄准出杆，撞进子球的刹那间，才有下一次的进攻机会。一场又一场的与球友对战练习，挑战高阶选手，增加实战经验，才能在比赛场上不怯场。发挥冲球爆发力，仔细思考进攻及防守策略，把握对手失误的进攻机会，发挥抗压能力，才能稳健出杆，夺下制胜关键局。这就是战胜对手、获得胜利的秘诀。114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8月30、31线上直播。他们来自不同县市，背着撞球杆走进比赛会场。在比赛场上，瞄准9号球，精准出杆，只为撞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撞球是一项透过思考、瞄准、力道控制的运动，每一次出杆都是对自己策略与技术的挑战。白球旋转，高速碰撞子球，透过跳球、曲球特殊技巧，子球应声入袋，这就是花式撞球。稳定出杆，一杆清光球台上每一颗子球，掌声响起，这就是撞球迷人之处。每天不间断的自我加强练习，定杆、推杆、拉杆都是基本功法。白球力道精准控制到位，专注、冷静、瞄准出杆，撞进子球的刹那间，才有下一次的进攻机会。一场又一场的与球友对战练习，挑战高阶选手，增加实战经验，才能在比赛场上不怯场。发挥冲球爆发力，仔细思考进攻及防守策略，把握对手失误的进攻机会，发挥抗压能力，才能稳健出杆，夺下制胜关键局。这就是战胜对手、获得胜利的秘诀。114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8月30、31线上直播。他们来自不同县市，背着撞球杆走进比赛会场。在比赛场上，瞄准9号球，精准出杆，只为撞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撞球是一项透过思考、瞄准、力道控制的运动，每一次出杆都是对自己策略与技术的挑战。白球旋转，高速碰撞子球，透过跳球、曲球特殊技巧，子球应声入袋，这就是花式撞球。稳定出杆，一杆清光球台上每一颗子球，掌声响起，这就是撞球迷人之处。每天不间断的自我加强练习，定杆、推杆、拉杆都是基本功法。白球力道精准控制到位，专注、冷静、瞄准出杆，撞进子球的刹那间，才有下一次的进攻机会。一场又一场的与球友对战练习，挑战高阶选手，增加实战经验，
才能在比赛场上不怯场。发挥冲球爆发力，仔细思考进攻及防守策略，把握对手失误的进攻机会，发挥抗压能力，才能稳健出杆，夺下制胜关键局。这就是战胜对手、获得胜利的秘诀。114年度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8月30、31线上直播。所有关注跟喜爱撞球运动文化的现场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持续透过高雄这个撞球协会的 Facebook 粉专以及 Hot Sports 跟动之 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收看到114全国撞球锦标赛的现场。我们持续在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的 B1 地下室在进行今天的赛程。那从早上的9点开打到现在，也越来越紧凑了。我们已经进入到4强的舞台了。那待会要转播的会是我们看到左上方这个晋级资格的李子玉对上左下方的王冠虎。那右边的部分呢，张玉恒他这个昨天有转播到他的比赛，他也晋级了。那在等待他的对手或者是李承勋，还有另外一位陈选手，两人之间会产生，所以我们的台湾杯已经进入到4强赛了。那在转播台这边依旧是由我董敬桥搭档的是我们中正大学撞球代表队的林全辅教练，为大家带来这个赛事的分析。小周教练下午好。大家好，下午好。我们上午看了一些状况，然后进入到下午的赛程。那刚刚在这个转播开场前也跟教练聊了一下，今年其实会晋级到这个阶段的面孔都相对来说蛮有新鲜感的。是的，比起去年来讲，去年我们看到很多4强的选手这个都已经在前面先提前中箭落马了，所以确实是有一些惊喜。那么这一场李子玉跟王冠虎的比赛，一个要拿4局，一个要拿5局。那冠虎我们刚刚有看到他跟这个杰伦的较量，3名区杰伦对，也是得以晋级然后我们教练说有点像知名的 YouTuber 阿滴。那么子玉这位选手就是算是很知名的柯粉了。没错，对，是柯家兄弟的是柯家，要说清楚要说清楚，不是小草。没事。好，那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李子玉这位选手，你对他的认识？他其实就是刚接触撞球，然后他就有去登门拜访一些知名的选手作为他的指导教练，那他也进步得非常快。是，然后当然他崇拜的对象就是我们柯家兄弟嘛。那我觉得在运动这个东西上面有一个偶像，对，让你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是蛮重要的。是，我们说有一个学习心态、模仿心态，对，在你的球技上面或者你的精神上面，我就觉得尤其是精神上面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啊。选的这个柯氏兄弟也是我们台湾现在撞坛算是一时之选的人物了，不管是球技也好，他们的人品也好，各方面都是现在台湾撞球圈的代表性人物。那3兄弟里面，他最喜欢哪一个呢？哇，这个可能要问他，他可能3个都无法抉择，无法抉择，都爱，对1/3的爱，对。子玉其实去年的113年度的我们的台湾杯，其实也有转播到他的比赛对。但去年我印象中他的名次没有像今年那么好，是的。所以代表1年的成长跟磨练，哇，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可以走入到4强的阶段了。没错，我觉得在策略上面然后他可以应用的更多，他不会像去年一样盲目的攻击。像今年你就看到他使用这个防守策略、3雕策略，是就运用的非常好。然后还有他的这个进攻他也基本球没有问题。那代表这1年来说，他的脑筋进步的非常快。好，对手王冠虎。那我们看到这桌面上5-9是一个集团球，那刚子玉有先看了一下，感觉可以修正。那我们看一下冠虎是不是有想要把这个5-9也去修正但是在这之前他先打进2-3-4。王冠虎在前一轮的比赛是击败了红手套战神苏哲伟
得以跟李子玉会师4强。是的，那今天的基本功发挥也还 OK， 但是我觉得要走到4强，或者是甚至下一个阶段的舞台哈，还有要在专注度提升的问题，尤其是刚用完午饭便当哈，吃完饭，这养分集中到胃部哦，注意力会比较容易松散。是的，像刚刚那个2号球其实也并不难，但他却没有把2号球打进，然后做到一个 safe 球，我就觉得，可能基本功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可能为了做球，然后就没有把球打进，这个策略，这个细节没有把控好，我会建议他还是先把球专注的先打进，会比较好一点点。好，现在台桌上的球面蛮分散的，左右。是的，那看一下这个3号球推杆，好撞到6号啊，像这一颗球，它其实就是出杆有点太生硬了哈，所以这个分离角没有马上往前啊，有先往右边走，那这就是出杆顺不顺畅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代表上说他的做球观念没有问题，只是说要怎么样做才可以做到更好的效果，他并没有掌握得好。当然，在学生时期要掌握到这些很细节的效果的话，其实是需要很好的人去帮助他去做这个训练。那他也可以如果他是在高雄，他就可以寻找很多教练去帮助他进行这一块，或者他原本现有的教练可以帮他提升这一块，我觉得都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时机了。是。这边跟子玉 say 一下 sorry 哦，我记错了，我更正一下。刚才说他这个去年的成绩没有今年好，其实他去年在我们的台湾杯在公开组其实是有走到4强赛的，只是当时强碰了我们的少年球王庄智宇哦，所以被庄智宇给打下来。那今年呢，他这个卷土重来啊，这次又闯入到4强赛，那对手换成了王冠虎，或许就有机会再迈向下过关。是，这里更正一下。对，但冠虎打的也还不错，对，细节稍微没有办法把控好的话，你看这个也是细节，哦，初中没戏，可能要再稍微思考一下啦。不然刚刚这颗8-9应该要很顺利的收下。是。总不能一直在找自己麻烦。没错，现在这样贴着确实不好处理。对，好，那就可能要跟这个子玉玩个智慧球啦。好，打这边的话，我是建议比较不好啦，我会打另外一边。来什么怕什么？对，打这边的话，我是觉得不太好啦。好，那子玉恭喜子玉 ，Thank you very much。这位来自落袋先生研球室的学员，绰号府城小钢炮李子玉。哇，第一局舒服啊！对，没错，舒服。我刚去找子玉的时候，他还在很惬意的滑手机。还在滑着，他在看什么呢？他什么都看，什么都看，反正他就一直滑。我说，这不行。我说你要滑，你也坐着滑，因为躺着滑。躺着滑，对。哇，虎哥有点岌岌可危，意外中的发展对，原本想做个智慧球，没想到送了一个大礼包。对，他右赛下的不够多了所以变成那样，所以我才说打另外一边比较没有风险啦。但其实要怪他8做9，他下了一个第一杆，其实应该轻轻的推杆就可以了，但有点给搞。想打个先低杆横移好，那我们看一下子玉这一颗。有 OK， 漂亮，1号球顺入滚入袋，这样得以延续进攻。不过2号现在中间有受到3号的干扰，稍微要想一下路线。应该可以进攻我们画面上左上角的位置啊。只是从这个摄影镜头给我们看，好像又不行有被吃到1/5的厚度他要跳。对，好，跳了一个薄球。是。留下呛死。好，现在篮球滚到还行，有稍微长在局球在路上，但路线上应该是 clear 的，没有问题。
就是那应该就是打一个推杆，好，下一点点反赛。但这颗球就是要柔一点了哈，这个冠虎可能还不够打一个柔的效果，好，走这边就风险很高。好，现在母球到了集团球的中心位置哈，左方、右方、下方都有球，但他要打的是远端啊，被6号球给卡住的3号球，这边只能做颗星的解法。没错，但我猜他应该会很用力解啦。好，没有错，他很用力的解，没什么附近没什么球可以去帮他作为阻碍了，好，那你就只能用力解，拼命看运气了。好，那留下来的球呢是双边球，两边都可以进攻，那只是说母球不太好做4号，我是建议打右上角底带，好，然后母球下一点点反赛做这个4号球。好，那他选择另外一边做。选择另外一边的话，母球就会像现在一样留4号很远，好，那还好他没打进，留下一个没办法进攻的球给对手。那对手应该会选择刁球啦，这应该蛮好刁的。中杆轻推，哦，好，他们都习惯打推杆的话，那母球就会走得多，就容易露出来，继续看到3号。我建议像这种远球的小力，尽量用中杆这样子母球比较不会往前跑。好，子玉打一个勾球，结果不小心把球给拱进了。Lucky 啊！刚才马上击完之后，也是跟对手做了一下示意哈，拍谁今天比较强运一点。他刚这个是拍谁的意思，还是说再来5颗？再来5颗哈！哇，那李子玉快刀乱麻之下，马上拿下了第2局哦。这位小选手在去年跟今年也是报了蛮多赛事的哈，持续用赛事跟平常的练习，在累积自己的撞球资历。那他在今年稍早参加落袋先生杯全国国民小学的撞球公开赛，当时是获得了亚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记得冠军是另外一位，也是台北的这个国小知名的选手，叫博君吧。博君。对，然后博君，他们也蛮积极的参加一些比赛，他是这个 Zero Lin 这个撞球团队的学生，对，然后他的教练是目前总会的蔡胜安。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年轻选手，他们现在练球的时候，只要愿意投入的话，其实都有很好的师资跟资源，对，作为这个撞球资历的传承。哇，小虎遇到乱流了，这个2号球没有做到，开始有点拔杆的感觉。是，2号这个位置感觉会先撞到4号呢。没错。所以我说他可能有点拔杆了，被这个子玉带进一个9号球之后，有些乱了哈。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可以多尝试念一些哲学一点的书，我觉得会对心态很有帮助。对，因为其实说心理学对我来说就是我们华人很经典的一些名著比如说老子。老子就是告诉你道可道非常道啊，无欲则刚嘛，是无欲则刚。对，天下怎么运行，你就让它怎么运行。对，你会比较洒脱，比较自然一点。是，这在心理学上也很有帮助。然后或者是这个儒家或者是法家都很不一样那这些哲学都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层面。是，但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在这么资讯爆炸的年代，还有没有办法静下心来看这种比较文言文、比较艰涩的书籍哈？其实他们可能都要手机拿起来，短影音，你快点解释给我。没错，但我觉得老人家的智慧其实是蛮不错，虽然是文言文，是，
但你会活到越老，你就越能理解它其中的各种的含义哈。对啊，但没有经历过是年轻，你真的很难理解对它。你要有那个人生阅历啦。虽然对说我们打撞球是一个竞争性的运动，你可以在桌台上领悟到很多人生的道理。好，现在没错2号球卡在了洞口，但白球也藏在一个蛮巧妙的位置。我蛮好奇，待会李子玉会怎么解这一颗球的。这个跳球的话，7、9的2次跳是有点难，是应该会打个 masse 取球哈。来看一下绕不绕得过去啊？好，哦哟，绕过去了。碎哦。好，再挑一颗。哇，这个曲球的转向幅度不错，我们说有进入到好球带。没错，曲球也是我们大谷翔平的拿手好事。是。前两天看网络上说他之前那个做完 Tommy John 手术，都是以打者身份出赛嘛，对，然后睽违了很久，终于又拿下这个胜投啊，他都感动到哭了。对，所以你看，一个选手都已经站上世界的顶端，他还是会为了一场久违的胜投而感动到哭泣，所以他对于运动有多认真，对于棒球这项运动有多投入。因为他最爱的这个位置还是在投手上。还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选手啦。对，大部分很少有选手就会选择2刀流，或者是说2刀流没有像他这么突出的表现。两项功力都是顶尖的。没错，是。其实很多我很喜欢看这种激励型的这个运动故事，然后会带动自己对于撞球这一份的热情或者是想法。那我觉得不一定要着重于撞球的故事啊，是对其他的运动人物的故事一样会打动人心。像戴资颖的故事，我也很喜欢看。是，你也喜欢看哦。港都球后小戴，小戴的母校民权国小也是在高雄培养出了非常多羽球的好手。哇，胡哥。像这个刚刚 K 英文了，对，刚刚这个中带打丢是有点出乎意料啊。他上一场也是把对手这个5-1，但这场好像失了神一样，有点卡卡的哈。对，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李子玉的第2局的那个拱9产生了一些节奏上的变化之后，让他觉得哇2起的那种感觉。对。当然，比赛还在持续进行啊，都还有机会哦。这时候就是考验选手怎么端正心态了。没错，在逆境下要维持自己的思维，是需要非常强大的信念。对，那在年轻中能有这种强大的信念，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年轻选手比较会打顺风球，逆境球就会比较难一点点。但你打过一次逆境球，而且打得很好的逆转的话，我觉得这对你人生大加分哦，经验值大涨。没错，所以人生一定要有一次把逆境球打好的经验。好，最后的7-9 finish 的这一盘棋，阿虎怎么做会比较合理？那应该是一个拉杆，然后闪过中单。拉杆闪过中带，在这个转的位置。哇，他是直接打第一杆，他没有强拼闪过中带，好，那这个929就要拼准度了。看来阿虎对他的准度很有信心。看一下打右方底带，哎呀，有信心不代表有实力是吧？想法到位了哈，但是准度还是差点意思。那李子玉的 chance 又来了，对，这球应该稳扎稳打的处理，难度不算大。没错。OK， 一杆入魂，李子玉很快没有想到这个4强会以目前直落3的方式，李子玉先听牌了。对，当然虎哥在
这场4强赛，尤其是越关键时候的一些状况哦。没错。对，好，这是刚才子玉的马塞，哎呀，漂亮，好球。对，从外角旋进来哈。那子玉现在是一个不只是比数上的领先啦，我觉得气势上的领先也蛮多的哈。阿虎他刚刚这个中带就看得出来，他气势明显弱了一截。是。然后这个9号球又没进，这个人已经感觉垮掉了。对。哇，这个看哇，这一撞走了好多，省了很多步伐哦。对。其实尤其像这种逆境球的时候啦，我是觉得自己如果心目中有一个典范人物，是可以去模仿的话，我觉得这时候就会差很多。待会赛后我再问一下阿虎，那个他的撞球明星偶像是谁？因为李子玉大家都知道是柯氏三兄弟，所以他可以看很多柯氏三兄弟绝境逆转的这些网络上的素材哈，然后来自己模拟一下，如果是自己遇到这个状况，那我们待会再去问一下王冠虎选手，他遇到逆境的时候，他会参考的对象会是谁？也不一定要是撞球的，其实各个故事都可以。那小寿教练，如果讲到这个体育的逆境，你会想到谁？逆境，比较不服输的精神。不服输。台湾曾经上演过一个高雄内战，高雄内战，然后大家都津津乐道，都一定会知道，就是我们的早期杨清顺选手是杨清顺对上这个夏辉凯选手，那他们是难分难舍的情感，然后对，那这个一开始杨清顺站着有点主场优势，然后因为现场很多是他的球迷，是，然后就变成有点主场优势的感觉。那他一开始就是6-0，这6局之间呢，夏辉凯一次上来都没有。然后这是一个抢七的比赛，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对，到6-0，到最后2颗都还是杨清顺在打，最后7号跟9号没办法继续进攻之外，那他就是打了一个强攻，然后变成呛死，然后夏辉凯上来接手拿下第1局6-1。最后绝地大反攻，比数是7-6，所以就再也没有让杨清顺再上来过。有上来，但是没处理好。对，没处理好，然后就是绝地大翻盘。对，这个应该是台湾史上最经典的逆转秀之一。那近期的话，最大的逆转秀之一就是柯比一打本博尼嘛，是这个10局之差把他逆转去。所以我觉得各位可以多多看这个逆转的影片啊，我觉得会更有一个对自己心灵上成长很有帮助。对，好，这个子玉非常可惜，差点可以直接吃完。但这个落点也蛮巧妙的，刚好母球夹在了8跟9的中间。那王冠虎要稍微思考一下，因为这一球不只是要把8号打进包含你后面要怎么做。对，那现在是落后方啦，是不建议强攻啦。落后的话，我是建议可以打一杆防守。好，他还是选择强攻，那就有可能再见了。这个灌中带失败，没错，没灌到。那现在落在这个位置。8号中带扫进球，还在给，好，也是一个蛮舒服的出杆位置没错，左下角的底带，看来李子玉距离获胜就只差这1球了。对，看挺进冠军赛就差这颗球了。哇，这个4强他把握度也有，当然也有蛮好的运气有对方的关键瑕疵，加上自己在第2局的 lucky 拱9。等等的，促成了李子玉这一场4强赛我们可以说是以非常轻松写意的状况，以4-0直落4击败了王冠虎选手。对，感觉没有什么悬念。对，没什么悬念完成一个年纪小的下课上。阿虎当然就比较郁闷了一点但这都是比赛的一部分。没错。对，回去之后可以再收看一下。重播，然后听听看小寿教练给的一些建议对，细节啦，细节。
哇，那我们要恭喜李子玉哦，他这个去年被大魔王止步4强之后，今年东山再起哦，得以拿下了冠亚军战的门票。那我们先稍等一下，看待会李子玉在冠军舞台的对手会是谁？我们待会的主舞台来进行场地整理跟人员更换，我们再来看下一场比赛。好，时间是8月31号的下午1点01分，刚过完1点钟，我们在台湾杯的转播，现在要来进行到另外一场4强赛哦。刚才前一场4强赛，李子玉选手跟王冠虎选手的较量哦，非常快，是一场直落4，没错，由李子玉拿下了通往冠军之争的门票。那么他的对手就会在这一场比赛来诞生哦。是张佑恒，他要拿下3局，而对手陈正义要拿下5局。陈正义算是这2天第一次上转播台，没错。那佑恒我们昨天有转播到他的比赛了哈，他应该也是这个4强里面看起来年纪最小的。对对。但能进入到这个舞台的哈，都是有2把刷子，所以也不能
看对方的局数比你少就小看人家哦。没错像刚才李子玉就完成了一个下课上哦。所以我们来待会看一下率先冲球的陈正义的身手怎么样。其实每年的台湾杯，我们报名的选手跟现场的桌数都蛮多的哈。那大会当然也会看选手的心度啦，还有这个程度来做安排。但真的也不是所有的选手都有机会站上转播的主桌啦。没错。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多多参赛哈。那有机会的话登上主桌，也可以透过这个转播，让更多的撞球爱好者认识你的身手。那或许有缘人有看到的话，对不对？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找一下你的脸书或是干嘛，或许都可以联络到你，然后可以跟你有一些撞球的交流哈。没错，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因为这个去年转播赛事啊，然后就蛮多人来问我一些问题，然后这些人都不是我在原本的生活圈的是认识的人。好。那小周教练帮我们总结一下最常被问到令你翻白眼的3个撞球问题。翻白眼？对，会吗？我怎么会翻白眼？哇，这个你太喜欢了，是不是？这个不能挖坑给我。就跟很多投资大师一样，就是最怕人家问说：“老师，这个还可以买吗？现在还可以买吗？”这样子。好啦，其实会有啦，就是会有人问我说：“哦，你觉得做球重要还是这个准度重要？”那我一定是回答说一样重要。他叫我一定要选一个，那我觉得这没什么好问的，因为撞球就是一个追求登峰造极的运动，你不能设限说哪一个重要，这样子就等于设限了自己只能到哪里的登峰造极。你一定要2个东西都是最顶尖的，你才有办法成为这世界顶尖一流的选手。所以当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你还是好好做你业余选手好了哦。真正的顶尖选手是不应该问出这种问题的。对，那如果你今天有其他问题要问我，应该都不会翻白眼啊。除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有点设限于自己的目标了。对，格局小了。对，你先把自己的格局做大了，你再问我问题，我会觉得我会比较好回答你问题。因为毕竟我们撞球在身为教练，我们当然是希望选手打出最好的成绩，所以我们给的问题通常都会是最好的那个答案。但当然能力有限，我会跟你讲说，以你现在能力，你可以做什么东西会比较好啊。如果有一天你觉得你能力够了，你再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做，会比较好一点点。是一步一步来哈。对，当然，不好意思，那当然有些东西的话是依照选手的喜好程度，然后去做这个选择，或者你熟悉的东西去做选择。然后我会说，例如说最常问的，例如说木杆以及黑前节，哪一个比较好？那在物理上啊，当然就有好有坏。黑前节它的推杆跟拉杆就比较犀利一点，但它的下赛旋转值就会少了一点。那木杆是比较可以控制这个下赛，但是它的推拉就没有像黑前节那么犀利。那你问我选择哪一个，我会跟你说，如果有钱，就2种都买。2种都买。对，因为当你因为场上没有规定一次只能带1支杆子，没错，你可以带2支杆子。当你今天有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球，这种极限球必须要有木杆去打，那你就用木杆。然后你如果要黑前节打，那你就黑前节打。那看就是你平常用哪一支杆子做打击，然后特殊情况下就用另外1支杆子做打击，也是挺好的。对，你的武器库里面选择比较多，当然你能应付的场景就更多了。是的。好，佑恒这场比赛终于有上场发挥的机会，先拿到一颗自由球，先对5号的局球来做进攻，但他落点之后再看一下位置哈，再三思考一下，轻推走中带，好的。放进之后，接着做左上角的7号，但7做8，母球的走位大概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个应该是说7做8，8号要做越直越好，因为8号球跟9号球在同一条线上。那做的越直，当然9号球就越好打。那像佑恒做到这个位置的话，就有点小尴尬了
他就需要打一个惯球，然后母球还不能乱跑，尽量做9号球是直球一点会比较好一点。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打防守，会不会也会是一个选择？可以轻轻让他 kiss 到右，然后藏在后面这样子。也可以，当然我会建议就打整颗啦，打整颗轻轻碰到也不错。打保守一点，跟对手玩智慧球。是，好。但小朋友选择冲对，冲一波灌中带，但没有灌成功。通常小朋友不太会去选择防守了，是，因为防守的变化性比进攻来的太多了，多到他们会不知道如何下手就去做选择。好，那既然这样，就双方拼进攻来看一下陈正义的远距离，好，看起来是没有问题，送入了8号，现在9号的chance机会也出现了。哎呀，送你送到。这在4强上面还会发生这件事情，感觉选手的压力应该是大到不行。是，可能这个主桌的 camera 在拍还是有一点影响到。那我们还是恭喜年纪比较小的佑恒靠着陈正义刚才8做9，8送进了，但9在洞口这么一个瑕疵，没错，对，就把这个主手的压制给飞了。那么佑恒就率先拿下了第1局。那以局数来讲，他只要拿3局所以他的第1局下来我觉得陈正义压力倍增，没错，压力山大，没错。而且确实里面有几杆自己的处理也不是说太理想，没错。他前半段打得蛮顺的，其实张永恒上场的时候已经没剩几颗可以打了。那我就是说这个细节啊，对，细节在高手过招中就非常重要啊。那像刚主播问我的3个问题，还有人会问这个球桌，因为现在球桌品牌很多是，对，就会问我说，我们新推出的某某怎么样啊？球台怎么样？那对我来说，其实适应一个球台会比较重要，因为毕竟如果你是要比赛，你会什么球台都打得到。对，所以你不能说这张球台难打，我就不打万一今天主办单位就是选这张球台怎么办？因为比赛大家都是公平的，你跟对手都是用同一张桌子，所以不管好打的桌子，或者是你不习惯的桌子，我不能说难打，没有难打的桌子，只有不习惯的桌子。你都要去想办法说这张桌子的特性是如何，那你要去知道这张桌子我要怎么打会比较好。但我会觉得选手们减少抱怨说这张桌子难打，你难打对手也难打，大家都公平，你不能说只会打自己喜欢打的桌子。你只能说在这张桌子下我能做什么事情去思考，这个会比抱怨来的有意义多。好，冲完球，现在2位都还在持续对1号的黄球做进攻。来看一下玉恒，但他们会问桌子，我在想是不是想要添购，然后想买 CP 值最高的产品，但这个试错成本有点大，所以想说就问问看教练。毕竟你们的样本数比较多。是，对。那现在每张桌子其实入手的状况的话，也有便宜的，也有贵的。那主要贵跟便宜不太会在物理上呈现说太大的差别。主要是这个耐久度。对，那贵的当然就是比较耐久嘛，那便宜的当然就打久了公差的问题就会出现了。那就看你自己愿意承担多久的时间成本。对，也许你是一个祸害1000年的人那你这个桌子就要买很好然后也要看自己对撞球的热度在多少，因为有可能你这几年迷嘛，那可能打了几年，开始觉得比较兴趣没那么多了自己尝试心态，那就可以看你的成本
预算要抓多少这样子。你也可以把撞球桌当做一个艺术品啊。之前有一张400万的球台，400万哇，那可能不是所有人都能负担得对起。，那如果你能负担得起，那你问他好不好打？是我会跟你讲说，他很难打，因为他整张桌子都是透明的，是，那很难打。那你要不要打？哎，你可以打，嗯哼要我打也打打，嗯干嘛400万的桌子不打怎么可以不打？对啊，那他好不好打？他不好打，但好不好玩？好玩，对啊。所以看每个人的需求啦。那你问我桌子好或不？我只能说，你要多学会适应，哦，就会比较重要一点点。你说我说难打的那张桌子，是因为它跟平常的桌子差太多了，物理性质上。那我跟对手是公平的，我们就是享受这张有趣的桌子，啊，当做一场秀就可以了。哇，这个4号思考了蛮久的哈。主要是他可能身高不太够了，那他选择要用加长把还是加杆器？但选择加长。对，但我觉得他身高可能加长把也不够哦，会不会？看看哈，因为加杆器不是嗯每个人都喜欢用。是，对。来，我们看个子小小的玉衡，看起来还 OK 哦。虽然背部的延伸已经是拉满了，但稳定度还可以。没错。啊。好，最后剩下5、6、7、8、9，5颗。其实小朋友，我虽然有时候会有很多身材球啦，但其实撞球已经算很没有身高限制的球种了。是，不然就不会看到有这么多小年龄对还可以走到4强。没错。但我建议啦，就是要把撞球打好，还是要超过140公分会好一点。主要是这样手才会是正的。你手歪的这样子，你太早学撞球，对你以后影响也会很大。所以140公分再来学以上，所以建议把妈妈哈。那如果130公分、140公分之前，然后又对于这样相似的运动也蛮感兴趣的，小周教练这边有建议什么样的？可以买那个体操垫。体操垫，对，体操垫，然后你把它就是买厚的，对，那你就把它当做这个你的踏垫，然后就可以做打球。就至少要你手举起来，你的手腕要高过球台，不要用侧手打击。好，最后的8、9、2颗，这考验 finish 能力哦。好，好，卡动，但看最后黑球的落点，哇，蛮甜的，还在给哇，给到这个位置就要打切球了，这就要打切球了哈，就没有刚才在洞口前那么甜了哈。那就看正义这边这个机会能不能把握住了。对，稳着点，然后母球来回2颗星，中杆推球，顺的出去就好，不用很用力，球就很会跑了。好，敲的话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不能打的结果，然后刚如果没有敲的话，应该都还可以进攻，都还可以哈。好，那他就要再选择一次防守，不要再把球送给弟弟了。那我会建议他，如果是拿加杆器的话，那我们就稍微龟缩一点，我们就打整颗，轻轻的碰就好。是，把这个贴在一起。对，让弟弟去处理这个篮球。不用逞能，我们就轻轻碰就好。好，他应该没有要轻轻碰，他要打灌球，感觉他应该运很大。对，那这个强攻的结果，看看结果如何。好，还在给，留下一个chance球。没错。哦，强攻通常以他们目前现在还不会学打带跑的情况下，强攻通常不太会有好结果。好，那张玉衡也毫不客气哈，把第2局又送到嘴巴的鸭子再给啃下。今天烤鸭吃了2只，蛮过瘾的。好，那他率先听牌喽。说到烤鸭，
高雄人武烤鸭人武烤鸭是有蛮多人知道，但是我们高雄本地人，尤其是像我是左营人啊，其实左营有一家也很左营人非常有名，在左营大路上。没错，对，3个字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左营大路烤鸭。我个人很推荐，因为我是从小吃那一家吃到大的。我也是，每次来球友都带着一只烤鸭给我吃，也是左营这一家。是。但因为有的时候会去这个大社区去大社打球那大社也有球馆。对，那边就会离这个人武稍微比较近一点，所以我们会去吃人武。如果在市区的话，我就会吃左营的那一家。球友们都知道我喜欢吃烤鸭啦，所以他们如果跟我约个时间打球，都会带烤鸭。但是烤鸭，你们这样边打边吃吗？还是打完吃？边打边吃的是包起来的。然后如果是打完之后再吃的话，都是那个炒过的，对吗？因为少吃那个要用手抓的啃的吃比较过瘾，那手油油的也不好打球。对，所以热炒的那个都是打完再吃，哇，2种享受。现在全台各地有名的餐厅也会有这个烤鸭，像这个宜兰最有名的烤鸭秀嘛，它就一只烤鸭，大家都会去品尝看看这个樱桃鸭的口感。对。好，2号打完，3号稍微被7号给遮挡到。要做克星的解法，哇，这个没灌进，另外一边2字反弹，可惜还是没有办法打进去。没错，但结果留下来是一个不能进攻的球啦。对，这球也确实哈。对，那看玉恒要怎么处理，应该是做防守啦。好，我们看看玉恒，他只要能进攻，他都进攻。对。好，他选择防守，母球跑远啊，这是藏在最简单的方式。不错，落的位置。其实烤鸭这个东西应该算平民美食吗？也不便宜咯。现在你吃个半只一只也要700-800块。对，也要700-800块。对，但我感觉好像全台湾各地都有不错的店，都有蛮有名的店吼。因为嘉义也有这个好吃的烤鸭，台南也有。好，两方持续在对红球做一些防守的切磋，但这个母球的位置藏得不够深啊，突出来了，所以路线上是没有问题，就是看陈正义的选择。这个鸭肉啊，我会到全台湾到处去吃，但是鸡肉饭，出了嘉义我绝对不会吃。哇，所以嘉义的鸡肉饭真的是比外地的好吃哈，我觉得。当然，嘉义是小臭教练的地盘啊。我去年也有机会去嘉义跨年，我也有去吃。对，鸡肉饭。对，好像是吃民主吧。但好像都是像我一样的观光客。对，是吗？对。你问嘉义人说哪一家好吃，你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答案。但是问说不要去吃哪一家，你只会得到一个答案。了解。但我觉得大家不喜欢吃的那家没有到非常难吃，是，但它就是可能价格稍微偏高一点。OK， 然后它也没有，我记得没有单碗鸡肉饭可以选，它好像就是要选一个有一定要选配菜类的。是，对，我好几年吃过一次。那我是觉得没有难吃，但它的配菜不是我喜欢的。了解，有青椒，是，青椒我爱吃青椒，我蜡笔小新。好，这一颗4号，但它是蛮方便的。我记得它每一家分店都有一个停车场，对观光客来说是非常友善的。哇，灌低2个一起灌下去，这样子
没办法供酒，没办法要供酒单独吃。单独吃4颗的话，应该也不会太难啦。这个5号，他要走去哪里？他们要单独吃。对耶。你要供酒，你想骗我？这不能拱呢。不太能拱哈，但弟弟比较冲啊。好，那如果要拱的话，其实要修正的量蛮多的，要打蛮饱的。噔噔噔，那就代表洞蛮大的，这个修正量。好，我们恭喜张玉恒找到了一条走捷径的机会哦，也顺利完成了这条捷径。最后是以3-0直落3击败了陈正义哦。最后这个拱9，算是有点小跌破小周教练的眼镜啊。没错哈，我就说这个弟弟蛮冲的，赢要冲，输要缩。好，那待会的冠亚军之争，我们今年的对战组合就会是由这位刚晋级的玉衡来对上李子玉，所以今年是英雄出少年哦。冠亚军是相对来说2位年龄都比较低的小选手，没错。好，他们待会在冠亚军的较量会怎么样？我们的进行一下场地的整理，马上回来。
好久陈瓮迪哦，英雄出少年。我们114年全国撞球锦标赛，马上要来进行的是今年的冠亚军之争哦。那两位选手都很年轻，透过画面上可以看到啊，李子玉跟张玉恒，他们是一个人要赢3局，一个人要赢4局啊。但都是非常年轻的撞球小将，然后今年得以过关斩将，哇，两个人的开球也是非常的接近啊，但是李子玉还是有些微的优势，所以获得了第一个冲球权。那他们两个在刚才的4强赛哦，都是以一个直落的方式把年长的选手给咔嚓掉了，没错，所以真的是蛮厉害的哈。好，那被他们打败的这些手下败将们是都在旁边看。刚刚我走过去好好消遣了他观摩一下们一番，是。所以有时候每一届杯赛的状况真的是不一样，但你真的要把握好每一杆哈。没错。好，你看一这个个闪失背景，那4位选手是愁眉苦脸，愁眉苦脸。都是被客弹的哦。哇哦哇哦哇哦！2号打进，1号也在右下方的洞口前。这个冲球也还不错。其实有时候我会问他们说：“哎，你们觉得对比较强的人，你们会比较紧张，还是对比你们弱的人比较容易紧张？对，还是对跟你们差不多的人比较容易紧张？”然后他们都会跟我说：“对谁都紧张。”对，谁都紧张。只要上了比赛的正式桌台哈，对，那个跟平常私底下练球的状况就不一样。像我就比较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我是对强的比较兴奋。我以为你要说你会对上美女比较紧张。对对对对，我正想要这么说，被你一眼看穿了。原来如此。这个对上女生，对我们是真的没什么辙啊，真的没辙哈。好，那攻防转换，看一下玉衡上来要抢攻的是3号的红球，右方的底带轻插之后没问题。没错，其实你会感觉到2个小朋友好像比较没有压力啊，反而是这一些大哥大姐姐打起球来比较有压力。小朋友会哦，我觉得会哦，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自己是在这个杯赛里面的年龄来讲哦，稍长一点，那可能他们给予自己的标准，就会觉得要高一点，会觉得哇，好像对上一个比年龄小的，然后看他越打越好，哎，乱了阵脚。对，所以我才说，你会不会对觉得比较弱的一点点的人啊，他打了几颗好球之后，你会容易乱了阵脚？会慌，我觉得真的会耶。好，玉衡上来也稳定了吃下几颗，最后现在剩下6、8、9 3颗。那这个时候击球就不只要把球打进哦，包含下一球的位置也要在计算里面。没错哦。哎呀 ，lucky， 而且把9号也送到一个不错的位置。现在黑色跟黄色都在左方，一上一下。8号球的处理 ，OK， 来给的前质量有多少？还在给哦，但他的身高这样打，他刚刚有一个秘密武器啊。对，但他那个这次要架杆了，哦他可能觉得这真的太远。那我们看一下，哎呦，有点陡，但是顺利的拿下哦。好，张玉衡率先开张第1局。没错，嗯，我们子玉原本笑笑的脸，对然后来对，那个对，从微笑到稍微微笑了一下，对被抓到了。啊，只好赶快喝一口饮料，是，假装镇定，缓一下，缓一下。好，我们再来观察一下选手刚刚场边哈，这一颗关键的9号球，咔
2颗星稍微顶了一下，哦，自己也觉得紧张了一下。对，子玉这个表情是真的蛮好玩的。是，我小朋友就是他们不会藏住他们的情绪，是喜是悲是赞叹都写在脸上。好，这一冲，好，那15是个 CD 啦，应该会想办法防守，但小朋友的防守的逻辑可能就跟我不太一样。那我们看一下他怎么处理。好，那他是选择打一个拱9吗？哎呦喂啊！好哦，真的是逻辑都跟我不太一样哈。但刚刚这个拱9应该是意外吧？应该是意外吧？哈，哈，差一点，哇！但蛮吓出一身冷汗。好，那这个1号球在哪里就很重要了，真的，会不会变拱9呢？真的哇！现在1号的方位，哇，也不好处理。好多这种 CD 球靠在一起哦。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就是打1号母球拉杆啊，碰颗星之后再借到3号去抓9号，是有机会，或者是直接打1号拉3号，看3号可不可以撞9号。反正就是要大力出奇迹了哈，以这一杆来讲。对啊，或者是就做一杆防守，但这个防守也没有办法防得很好啦，那对手一定可以继续进攻。好，现在母球跟1号有点天涯海角的位置。刚才的这个9号球往左下方跑，真的是把大家都吓出一身冷汗。没错。看一下小恒恒可不可以打进之后拉杆做一个2-9碰。好，哇，这个非常扎实。来喽，还在跑。哇，这个力量掌握的非常好。是，这根拉蛮漂亮的。对，好，他在从这个角洞口看一下哈，路线上有谁？2号没问题，但是6号的干扰有多少呢？我们突然看起来是 clear 的哦，是可以的，但是要做一个变相就是了。来了，给顶9顶进了，没有问题。哇，张玉恒很快2-0了。所以有时候真的撞球台上你发生任何的机遇战都是不可测的。那现在李子玉就笑不出来了，真的笑不出来了哈。因为前面你可以说有点陡，但是他补进，但这个拱9真的就是意外中的事情了。对，而且他刚刚这个1做2控制力量非常好。没错，我觉得这个拱9能成功，就是刚才那个1做2的弱点哈。而且他也非常的这个不疾不徐哦。是在看到做到的时候，他没有马上去做这个击打，他走到9号球观察一下，没错。我觉得他已经有一个很老练的动作，感觉一个老灵魂在他的身体里面。不错。因为像刚刚这个会去看2号到底能不能过9号这个行为细节，我觉得大概要到国高中以上才会有做这件事情。是，有些可能就机器拍，好，见猎欣喜，赶快去踹一下哈。他不疾不徐，这个非常难得的老灵魂经验。是，不晓得他师承何处，待会可以去问一下。对，今年张玉恒选手蛮多惊喜的哦，在现在的冠亚军之争，他也是握有2局的领先优势，已经率先听牌了。那来自落袋先生体系的子玉哦，我只能说他接下来的容错率就真的很低了哈。是的。那当然也是对于这位小将来说一个心态上的考验，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年他是在4强败给了这个去年连霸成功的大魔王庄智宇，我们的少年球王哦，现在已经去打更多的海外赛了。没错。对。那李子玉去年被他止步4强，今年得以闯入到冠亚军，但是面对眼前这位也是小朋友的张玉恒，不轻松哦。没错，打起来一点都不轻松。现在压力是在李子玉身上的。
哦，可惜4号没有掉进去哈，然后攻势没办法继续延续。好，那这个1号球打进固进就好了，母球应该是不会携带。那2号球也在洞口，也不用硬要去做到一个很好的位置，就专心把1号固进，2号可以续用就可以了。哇，他这个插巧克的动作也是老练习，老练，对，通常小朋友都是乱插一通，就是在头上这样转是吗？对，然后他是看着皮头去做这个插巧克的动作，而且这个1号球也进的干净利落。非常好奇他师承何处，待会真的会想要去问一下。我觉得他的灵魂真的蛮老的，或者是说他学习的榜样是一个习惯很好的选手。是，对，这些习惯应该不是无师自通。好，那子玉顺利的打进2号之后，3号打进之后，4号在洞口，5号也在洞口哦。那应该都不太会是问题。对，就是6、7、8几颗，怎么样做连续性的处理哈？没错。好，这个位置也是非常的刚刚好。再过去一点就不好打了。对，那这个4号就轻轻的过6号给遮盖到，再轻插一下。哦，他选择给大力耶。这条路线的意义何在呢？应该是不太需要这样子跑，就轻轻打进4号之后，看得到5号母球，在3颗星做6号球就好了哈。那我猜他想要这样跑，是不是想要做5号球更直哈？有可能。小朋友有时候逻辑我没有办法体会他的想法。没错，他刚5号就想要做一个很直的，他没有想要做一个3颗星哈。他们比较直来直往。没错。当然，他这样考量也是很好啦，这样子6做7就会比较对他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就不用复杂的跑颗星了。好，哇，停的位置也蛮理想的。好，跟7号停在直线上，看一下7号顺推往前走，接着做8号。好，这个注意一下，稍微拉一点哦，8号做直球就可以了。好，他要打推杆右塞，靠近一点，很好，做直一点，做直一点，很好，这个够直，那母球是中带定一下就好。对，中带的角度也出来了，不漂亮。后面这几球处理的都算蛮老练的。没错，有把剩下的球收完，有很关键。这比蛮多4局或5局或6局的选手都吃的还蛮漂亮的。他的教练邱伯汉应该蛮欣慰的，自己的选手打出一个蛮好的表现。是，尤其是在这样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稳扎稳打的把自己的局数先开张哈，再喝一口50蓝，补充一下，奖励一下自己，奖励一下自己，奖励一下自己，要啦。好，那这样子局数追成了1比2，李子玉都还有机会。像他今天就穿了跟昨天不一样的衣服，是。我今天一大早说你的队友都穿红色这件，就你最特别，你怎么穿白色的？待会我说，他有我昨天吃麦当劳吃到弄脏了哈，但也不错哦，刚好他今天可以站上这个冠亚军舞台，然后今天穿成这样更显专业感了，我觉得，对，黑白这样子蛮利落的。这一个冲会进吗？灰色的有掉进去，攻势得以延续。打进了6号，没错。好，我们裁判把圣诞树测一下。哎呀，很小心。好，那这个1做2可能有点身材球。哇，这个身高真的不是不够，可能需要加长把，或者是
这个他怕压架到，他在要很小心，整个人要浮空在上面哈，这样子杆的延伸出杆会稍微比较别扭一些。好，那果然受的确到影响，是受到一些身材上的影响。好，接下来这个1做2就简单多了哈，推杆一点右塞。我觉得他有点松懈了哈，有一个局数上的领先有点松懈了，或者是刚刚这个右塞，因为他架在台边有点高架感，然后对，造成马塞随便保的。好，至于这颗2号球，原本应该是要做29碰了，那既然跑过头，就专心把2号估进吧。中带没有问题，处理的角度也挺好的，接着做远端的3号。没错。好，那这个3做4呢，可以4号可以做底带，也可以做中带。如果要做中带的话，可能母球就要下拉杆哈。哦，不好意思，看错了，4号球是在9号球，那就推杆就好。对，这边顺利走左上的这个洞，接着做4号球。看起来有点直，应该是要一个强拉杆。那他刚刚在赛前的练习，强拉杆是吐槽啦，吐槽哈。那希望他这次关键的实战，对，因为刚刚已经吐完槽，这次就知道刚刚的问题在哪里。没错没错。所以其实2位选手，刚我们在要进冠亚军转播之前我们的洪会长也有特别说，选手想练习一下，也让他们在时间内练一下手，看来是有发挥作用。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拉的力量，哎呦，挺好，不错，拉杆。那接下来这颗5做7，只要不要做到身材球都不错哈。然后8号球就在洞口，9号球也在附近，所以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好，该停了，该停了，再走就会身材球了。哇，需要，有点勉强，有点勉强。他爬上去之后，他去拿加长啊。对，好，加长把。好，他的加长把是应该是看起来像套筒型，好像啊。好，还是要吃一点身材球，但是不错，出杆的利落度没有受到姿势比较别扭的情况下有些影响，还是顺顺的把球给顶进。那这样子的最后的8、9连击，顺顺的操作，又可以再追回一局哦。没错，看起来这2位选手吃球的利落性都蛮高的了。对，难怪会走到这个冠亚军。没错，不侥幸。对，虽然中间有些哥哥姐姐们送礼，但是也都是凭着自己的把握机会的能力关键一击的能力，一路走到这场冠亚军之争。好，我们恭喜李子玉在落后的情况下顶住了压力，现在连追了2局，我觉得这样对于他的心态的建立上会有很大的帮助。没错。好，双方现在又把局数拉到2比2。当然，以抢局来说呢，玉衡是只要抢3就可以获胜，所以还是有些微的优势。那李子玉还要再追2局，他的冠军之路到现在进度只是一半而已那玉衡是超越一半了，但球场上这个瞬息万变所以有时候忽然出现一个捷径也不一定。没错。所以我们要持续来看。逆转乾坤。对。场下也蛮多这2天参赛的选手包含稍早的王冠虎，然后还有3名区周杰伦的刘佑泽，也都输掉之后都继续留在现场观赛。没错。好，这个白球逃过一劫我们要期待。那有没有进球呢？1、2、3、4、5、6、7、8、9，好，没有进球。好像有，但是颗数不够。
哦，有进一颗，把6号给打进了。对，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2号球，稍微远一点哦，但应该是没有问题。推杆一些左塞，左塞呢好，没有左塞就是这样子。小朋友可能对于这个下塞的把控能力还没有到很强，那没关系，可以灌球哦。这一球红山要灌中袋，没有好，他选择用推的方式啊。好，那就留下一个远球给子玉了啊。这颗球对子玉来说也不好处理，要下一个拉杆，这么远，不晓得他们要不要拉的。好，有点小小的面墙。拉是拉动，但是3号球没进。但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啊！如果你在比赛中觉得自己不会打进，那你干脆就直接打防守就好了。他是选择，他觉得他会打进，然后还硬要去做4号球，虽然有点难，但还是选择这样做了。我蛮喜欢的。好，力量过头的点哦，那带口的选择可能就要选择中带。4号中带，结果撞到了洞口墙的过洞而不入，这样子再次转换。还好，刚主播有接后面的字，我刚以为想说怎么会提到过洞啊？是经过洞口，但没有入球。对，当然对，怎么提到过洞？是。好，那子玉有点困惑了哈，那这颗球他要怎么处理？应该还是可以打得进啊。我看这个还是打进之后轻轻的轻推，没要做防守，对，做防守尝得到，看得到，可以有尝到。好，再喝口饮料奖励一下自己。他的奖励机制给的蛮不错的哈，蛮大一口的，这样比较有平常练球的感觉了。好，两位小选手也都继续在展现自己的防守啊，打点智慧球。这边看起来是有被9号盖到大概1/3啦。对，但进球点应该刚好没有被挡到。只是说这个球要做到7号是非常之困难啊，所以我建议还是可以打一个打带跑啊。好，没有，他选择强攻，强攻就要付出代价啦。好，这个代价还好，没有到很简单的呛死，但小朋友应该是不会选择防守啦。这个小狠应该是打一个强攻，可以打一个中推杆3颗星。好，没有，他好像选择打另外一边拉杆。给的力量够吗？哎呦，漂亮，超好这颗小力打的真的是超好。这个在这种关键时刻敢打这么小力不怕他走拙，心态也非常之大，真的是一个老灵魂。从这颗球看得出来，他有颗老灵魂，临危不变然后技术又得以让策略实现。张玉恒选手确实是今年台湾杯的一个亮点哦。好了，最后的2球，
好好思考，稳扎稳打一波。没错，而且这个距离应该对他来说不是问题的他刚刚前面已经打过2颗类似这个距离跟这个角度了。好，要准备出杆了。8号球的右方，好，没有问题应声入袋，中袋，做到中袋的位置，角度也蛮漂亮的。那这一杆会是他拿下今年冠军的关键一杆吗？好，没有问进题，洞没有问题。我们再次恭喜张玉恒选手啊，今年以小小的年纪英雄出少年，拿下了114年台湾杯全国撞球锦标赛的冠军头衔哦，恭喜他！小周教练怎么评价这位小朋友？我只有一个字：老如文狗。老如文狗，稳如老狗，稳如老狗，老狗是他的技巧，包含遇到逆风的时候还是顺风的时候，都不会给人一种很急躁的感觉，不急不徐，然后关键球的处理，确实是给出了超越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成熟度。他这2天的比赛有哪几球？除了一些比较惊喜的拱9出现之外，有没有哪几球？刚才你对他的那一个轻推是非常是赞誉有加嘛？对，在这种关键时刻呢，还敢这样子打这么小的力量，他对于这个力量的把控真的是超过了他这个年龄该有的水准。是，那我觉得他，而且他的节奏性或者该注意的东西，我都觉得做得不错。所以以他这个年纪来说，打到这样子的成绩，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是实至名归。是在技术上，我觉得非常的好。很多细节他都有做到。好，张玉恒选手确实是这一次的惊喜。那待会我们在主播台会有对2位选手的赛后访问，如果观众朋友心里有一些疑问呢，也可以在这个聊天室，然后来跟我们做回应哦。如果待会有看到，也可以借由我们的嘴来帮观众朋友提问。对这2位小选手的好奇，当然子玉虽然今年是以亚军坐收啊，但成绩也是超越了他去年参加的标准。我们再接再厉。那待会会进行一个简单的颁奖典礼。那在颁奖典礼完之后呢，我们会把2位选手邀请到主播台上来聊聊这次参加台湾杯的表现。那我们先把镜头交给现场的颁奖典礼。
好，我们的台湾杯今年这个2天的比赛啊，相信诞生了很多精彩的瞬间。那现在要进行的是颁奖典礼，我们待会也一起带观众朋友来认识一下哦，今年得以站上颁奖台的有哪些选手？刚才的冠亚军较量，2位很年轻的小将，也都展现出了他们超越这个年龄层的成熟度。好，率先颁的是今年的2位季军选手，分别是戴眼镜左边这位白色衣服的是王冠虎选手，右边这位穿着这个蓝绿色衣服的是陈正义选手，恭喜他们。好，接过了洪国俊会长给出的奖杯之后，接着是今年的亚军，来自落袋先生的台南小将李子玉，他也是台湾杯参赛的常客了。去年在4强止步败给了去年的连霸冠军庄智宇，今年得以再进一步杀入到这个冠军战哦。可惜在冠军战遇上了有惊喜的 Lucky Ball 出现，然后自己也拿捏住了关键发挥的另外一位小将张玉恒，他就是今年台湾杯的冠军，只能说是英雄出少年呐、而且获得奖杯的样子也是非常的冷静。好，把4位选手并排一下，留下今年台湾杯举办的这个纪念合影。可以透过身高看到冠亚军选手真的是2个小朋友，那右边2位就是比较一点的大孩子但都是学生。那也希望这个杯赛呢，未来这样办下去，也可以让全台更多的这些基层的撞球好手们，在课业之外也培养一个喜欢的兴趣。哇，这个借看一下冠军奖杯，相信子玉也是很期待。希望下一届他可以来持续来挑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会有对冠亚军选手的赛后访问，我们待会把他请到主播台，一起让线上的朋友们更认识他们。我们马上回来。好，现在主播台要访问到是今年台湾杯的亚军选手，我们先请选手向镜头前介绍一下自己的姓名跟来自哪里。我来自台南，然后我的姓名是李子玉。好，子玉很可爱站上主播台会紧张吗？一点点。一点点。好，那子玉来自这个落袋先生的撞球教室嘛，然后去年其实也有参加台湾杯，那当时是在4强赛败给了这个很厉害的大哥哥庄智宇。那这一年的心路历程你是怎么准备？然后在今年的台湾杯，你是给自己赛前有什么样的期许？就是希望可以打越高的名次越好。那这一次这样一路走到4强，然后4强的时候击败了王冠虎选手嘛，然后在刚才的冠亚军战跟我们的玉衡相遇。刚才的那一场冠亚军之战，觉得场上有什么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瞬间？或者是觉得自己的表现怎么样？我觉得我的表现就是有时候关键时候会失误。然后就是让对手捡完。是。不过对你印象深刻的是，因为你前面先丢掉了2局，但是你有稳定心态，再追回2局。那在这样的逆风情况下，通常教练是怎么给你一些鼓励，或是希望你在培养打逆风球的时候不要放弃的这种心态？就是照自己的节奏打就好。那我对你印象深刻是你有一球，母球要打一个远端的直球，你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Marseille。当时的那一球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解球我觉得不太好中，所以我就是马赛。你没有选择用跳球，你选择打一个大曲。因为跳球太远了。太远了哈。OK， 好，那子瑜对自己，因为2025也过得差不多了，或者是明年对自己的撞球之路还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想要改善进步的地方？就是希望自己那个可以多领一点。多领一点什么？冠军多领一点冠军。好，那我们也期待你的这个愿望实现。好，那我们再次恭喜李子玉选手获得了今年台湾杯的亚军。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看一下他的精彩片段，待会会换一位冠军选手的访问。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现在为您访问到的是我们今年的台湾杯冠军选手张伟恒选手。伟恒先跟镜头介绍一下自己姓名，然后来自哪里，读什么学校？我来自高雄，然后读新上国小。新上国小。所以是一个地主选手。那伟恒，我们刚刚在转播你的比赛的时候，一直很好奇你是跟哪位老师学球，因为我们的小臭教练一直夸奖你，好像有一颗老灵魂，就是处理的很多细节都不疾不徐的。我是跟高雄的小齐老师学。小齐老师学，那这样学撞球有多长的年龄了？差不多1年。才学1年哦，哇，那你真的是天分极佳，1年，然后小齐老师就鼓励你出来报名比赛嘛。所以这一次是第一次参加。对，台湾杯就拿下了冠军，真的是英雄出少年。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平常自己练球跟这一次来参加杯赛，觉得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你说练球？对，练球，平常自己在球馆练球，然后到这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妇幼活动中心，觉得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边的球部跟那个球馆就是环境比较，就是不太一样的感觉。对，不太一样。那对手也很不一样，因为台湾杯有一些跟你的年龄算是台湾杯里面真的是年龄比较轻的，你都跟比你年长的对手较量。那在跟这些哥哥姐姐比的过程中，你觉得你看到了什么东西可以值得学习的？解球。解球哈，你觉得自己的解球跟他们比起来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的两三颗星都解得不太好。2-3颗星比较好，解得不太好。是因为观察你的球路都比较直来直往。那小臭教练其实我们刚才转播你的比赛其实也觉得说未来在打一些防守球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思考。但当然你的一些小动作，还有你的一些做球我们都觉得是超越了你现在这个年龄该有的表现。那对自己的撞球之路才刚开始，但就获得了这个冠军，有没有什么待会赛后要去庆祝的方式？没有。没有没有要去跟爸爸妈妈吃个什么大餐之类的？可能会吧。好，那2025过了差不多了，明年还会再来挑战台湾杯的连霸吗？会再来挑战。好，那我们也期待张伟恒选手在明年的台湾杯，看他的连霸之路，在经过1年之后的成长之后，会不会顺利完成连霸？谢谢你伟恒，也非常恭喜你，第一次参赛就获得了冠军，真的是太厉害了。那我们再回顾一下他的精彩画面。
把握剩下的尾巴，在8月的最后一周，我们齐聚在高雄，连续2天的台湾杯圆满落幕了。今年真的是英雄出少年的一届哦。我们刚访问完的这个冠军选手张伟恒，第一次参赛只有1年的撞球年龄就获得了台湾杯的冠军。我想问一下小臭教练，怎么评价这位小弟弟？我觉得他一定是求神投胎，求神投胎，这1年让他打的真是太好了。是，那当然这个亚军子玉哦，其实表现的也很精彩，当然成绩也突破了他去年的表现。然后2位选手其实在场上，当然是较劲了，但他们对于撞球的热爱是非常纯粹的哈。然后2位小弟弟这样的互动，那对于这样基层的风气，作为一位教育者，又是撞球的培育者，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良性风气？我觉得在撞球这条路上，一定要有一个跟自己伯仲之间的伴，这样子你才可以一起成长，然后你打球才不会无聊。是对，然后练球是一个孤独的啦，但如果有人陪你一起孤独，那就不怕。是，所以我们也期待啊，这个台湾杯不只是让这些选手透过转播，让全国的撞球爱好者认识他们，也是一个机会，也算是一个另类的撞球联谊啦。大家来这边用球技切磋，然后未来在这个撞球之路上都可以有彼此。好，那这个8月、9月，这个台湾还是海外的撞球真的非常热闹。那最后想请一下小臭教练，对于未来2025或是2026，还有什么撞球大事可以值得这些爱好者期待？先跟我们抢先分享一下。就2026即将会公布这个亚运的比赛项目，是。那我们撞球应该非常有机会成为这一个2030的亚运的项目。那当然它就会在2026宣布。那如果有宣布了，那各个学校的机关都可以有这个撞球的社团，然后就可以培育选手，然后经费也会比较多，然后我们比赛也会比较多，然后再就是全中运以及全大运就会有撞球的项目，那大家就可以拭目以待。是，好，真的非常期待撞球的这个公布，然后还有我们在9月9号即将成立的运动部，也会让整个台湾的运动风气再更上一层楼，我们也乐见其成。那这2天的转播工作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也要再次感谢林选辅教练这2天精彩的讲评，还有我董敬桥以及整个台亚卫星的转播团队，感谢您2天的收看，那也预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午后，我们下次再会，拜拜。